巴基斯坦采购歼10C 突然曝光，土耳其又要和巴方深度合作。那么，印度依靠法国的支持，未来印巴上空的空中军备竞赛，谁会占上风？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媒体上突然曝光，巴基斯坦内政部部长在电视节目中是公开了宣称几件事儿。一件事就是说，枭龙 Block 3马上就要下线，一共8架，第一批就要出来了。另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已经买了中国制造的歼10C 战斗机，到了2022年3月23日，巴基斯坦国庆节将会有25架歼10C 要飞越伊斯兰堡。那么前段时间我们都看到了珠海航展上歼10C 还有配套弹药，他们那个代码最后都加上个英文字母 E， 意味着可以出口了。所以很快就有传闻说巴基斯坦有可能要买歼10，但是部长这么一宣布还是挺吓人的。这不仅仅是说要买了，而是说3月23号要有25架要从首都上空飞过。从下订单到交付到形成这种飞行展示能力，怎么可能这么快呢？印度那批阵风折腾多久才到货的呀？2016年签订协议的，全部到货按计划是要的6年才能完成，而且据说根据双方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想全部完成交付也要延期了。所以真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国庆节，我们是要关注一下了。他说的这个25架歼10C 到底是什么来路呢？是新造的一批卖给巴基斯坦的，还是从解放军现役飞机中拨出来一部分销售给巴基斯坦让他们应急用的？还是我们的战斗机由我们的飞行员飞过去参加了联合演习，然后利用联合演习的机会一起参加一次阅兵？或者就是部长先生干脆就把日子搞错了？我觉得全是新造的卖给巴基斯坦，并且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让他们形成飞行能力，这个可能性最小，毕竟只有100天左右嘛。而部长大人说错了日子，反而可能性更高。另外还有消息称，巴基斯坦打算进一步改进枭龙战斗机，让枭龙具有一定的隐身性能。那么枭龙要改的话，应该是改成半隐身，毕竟枭龙很难改出这个内置弹仓，挂弹之后就谈不上隐身了。所以这个发展方向我们都觉得可能是比较不靠谱，所以最后需要的还是歼10C。另外就是巴基斯坦的 AZM 计划，打算自己搞5代机，2017年就开始了。但这个指标要求实在太高要求是双发重型单座，能超音速巡航，还要有激光炮你这么高的指标，巴基斯坦肯定自己做不了，一定要有外部合作。但是从2017年到现在，可能就是因为这指标太高，资金前景不清晰，就一直没有找到合作者。不过最近还真有人出来接了黄榜，那么是谁呢？要帮巴基斯坦拥有5代机，是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意外吗？土耳其以前自个儿就没有造过现代化战斗机，阿塞拜疆就更谈不上，他们这次居然要帮着巴基斯坦设计5代战斗机。不过我们再仔细看看，不难发现土耳其这个举动还真不是吹牛，而是有一定的战略意图。以前我们讲过，土耳其打算把自己打造成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甚至要考虑对付关系越来越不好的欧洲和美国。在购买 F-35不成之后，土耳其肯定也会希望自己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他的办法是找人帮他做。于是就有了土耳其跟俄罗斯联合研制 TFX 战斗机的消息。这个事儿搞成了，对土耳其当然是好事，搞不成的话也可以利用和俄罗斯的合作恶心一下美国。你不给我 F-35，那我真的倒向俄罗斯去了。另一方面通过和巴基斯坦的合作，也可以通过巴基斯坦这条途径，通过中国销售给巴基斯坦的各种先进飞机，能够获取一些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比如说航电还有雷达这类技术。那么拥有双方的技术，一个方面来自俄罗斯，一方面来自中国，土耳其就可以一下子成为一个国际战斗机市场的新的竞争者。如果这个计划真是实现了，我们还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到中国形成了一条新的线，而土耳其是想把自己放在这条线的中央，拉着中俄巴三方合力与美国和欧洲形成新的战略平衡与对抗。按照这么一个构想，巴基斯坦购买的歼10C，再加上以土耳其 TFX 为蓝本的 AZM， 那么未来就是巴基斯坦空军要形成一个高低搭配。这样的压力的话
印度仅靠阵风肯定是没法承受，而且印度和法国的合作目前也仅仅是印度方面提出达索公司在印度设厂生产发动机。那么印度自己的五代机面对这样的威胁，肯定是要加快进度。他们呢以前拿出过方案，不过看 AMCA 那个方案呢，看上去隐身水平甚至不见得会超过巴基斯坦设想的半隐身枭龙。反正呢，如果真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合作了，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比较一下双方团队的水平。巴方呢是经过枭龙项目，应该是有了很大的发展，比较成熟了。那就要看土耳其这个合作者能不能够从俄罗斯拿到真金白银，拿到很好的飞机设计技术。而印度和法国的合作呢，瓶颈肯定是在印度一方，将来很有可能让法国的开发进度也变得非常印度。那么未来印巴上空的军备竞赛竞争，还真就变成了比赛，看看土耳其和印度哪个更不靠谱。好，关于土耳其这么想介入巴基斯坦五代机的设计有什么样的考量，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